罗斯柴尔德。叶晨一句话，让安家父子三人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安启山不由开口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向眼高于顶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家族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。安家纵使是全美第2大家族又怎么样？霍华德平日见了我依旧是趾高气昂，高高在上。”说着，安启山又道：“我认识霍华德这么多年，他只有一次对我客客气气，甚至恭恭敬敬，就是陈志民死后，他打电话找我商量的那次。以他那种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性格，陈志民的事情平安度过之后，他才不会觉得欠我一个人情。”叶晨笑道：“这件事没必要跟霍华德沟通，我直接安排史蒂夫就办了。”史蒂夫？二舅安凯峰下意识地问：“就是霍华德的长子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？”“对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就是他。”安凯峰讪笑道：“史蒂夫那家伙比他老子还操蛋，他老子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他是拿起碗来吃饭，放下筷子骂娘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二舅说的肯定是以前的史蒂夫，他现在可不敢在我面前这么嘚瑟。我这次能把4方宝状送回华夏，全靠他亲自护送出境。现在他这个小辫子攥在我的手里，我要是让他做什么，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”说着，叶晨看了看时间，道：“估计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就开完内部会议了，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。”其他人一听叶晨说起4方宝状的事情，立刻意识到叶晨这次确实是抓住了史蒂夫的命门。叶晨电话拨过去，打开扬声器后，还没等响上2声，那边就立刻接通。紧接着，史蒂夫恭敬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哎呀，叶先生，您这是回到华夏了吗？”“对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我已经回到华夏了，给你打电话也是想跟你道声谢，4方宝状的事情辛苦你了。”“哎呀！”史蒂夫吓得浑身一颤，连忙道：“叶先生，那4个字我们还是不要在电话里提起了，实在是过于敏感。”叶晨笑了笑：“好，总之我就是打电话过来，跟你道个谢，顺便问一下，你父亲身体还好吧？”电话那头的史蒂夫气的肺都快炸了，他心中暗骂：“叶晨啊叶晨，你这是杀人诛心都不过瘾，还要跳出来在我伤口上撒盐啊！老爷子身体好不好，你还能不知道？”史蒂夫虽然很生气，但嘴上可不敢跟叶晨有任何造次，只能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承蒙叶先生关心，叶先生让女皇陛下来看过家父之后，家父的身体就彻底痊愈了。”“那就好啊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史蒂夫，我治好了你父亲，你心里是不是对我有些埋怨？”史蒂夫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忙不迭地脱口道：“没有没有，我心里感激您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埋怨您呢？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对了，你父亲身体痊愈了，有没有按约定把族长的位置传给你？”史蒂夫心里郁闷至极，嘴上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父亲没有传位给我，只是明确了我第1继承人的身份。”说着，史蒂夫实在有些忍不住心里的郁闷，低声嘟囔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真是给我浇了一大桶冰水啊！”叶晨也不再跟他来虚的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史蒂夫，我们华夏有句古话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让你晚几年再接手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也是为了磨练一下你的意志，顺便也锻炼一下你的能力。我虽然年纪没有你大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的个人能力还不足以领导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，还是需要你父亲再多培养你几年，否则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偌大的基业，说不定就要毁在你手上了。”史蒂夫心里痛骂叶晨，但嘴上也只能悻悻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说的对，我确实还需要多多学习，多多沉淀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不过你也不要太着急，如果几年的时间你还磨练不出来，那10年20年怎么都够了。你也不用担心你们家老爷子的寿命问题，有我再让他再活20年，也不过就是一颗丹药的事情，所以你还有的是时间好好学习。”史蒂夫一听这话，心里惶恐的差点哭出来，
10年20年，老爷子要是再活20年，自己可就70多了。70多人家都领10年退休金了，自己还他妈没转正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？可是他一点也不怀疑叶晨这番话的真实性，于是他哀叹一声，开口道：叶先生，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，您就直说吧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说着，他语气谦卑地说道：我承认，我之前确实有些私心，也有些不可告人的龌龊想法，不过您放10000个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再有半点忤逆您，对您阳奉阴违的意思，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叶晨淡淡地嗯了一声，随即也不再跟他开玩笑，而是严肃地说道：史蒂夫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真有点事儿需要你帮个忙。史蒂夫连忙脱口道：叶先生您请说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请给我一个为您分忧的机会。叶晨道：我外公准备把安家在美国所有能够撤走的业务全部撤到华夏来，但是那些不动产以及无法撤离美国的产业，一时半会没人能接手。你也知道，不动产也是需要好好打理和运营，才能够保证它的价值稳步增长。那些不好撤离的实体产业，也需要有人严格把控，才能确保稳重向上。安家在美国已经没有独当一面的大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忙把这些产业接手过去，做一做代运营。史蒂夫松了口气，连忙道：代运营简单，您让您外公安排人梳理一下，哪些带不走又不愿意卖掉的，都可以交给我来代运营，我一定会尽力维护好。叶晨道：史蒂夫啊，你光尽力肯定不行啊，你得给我立一个军令状，我交到你手上的不动产，你最起码要保证我每年有10%利润。我交到你手上的企业，盈利的你要保证每年不低于10%的增幅，不盈利的你要在1年之内扭亏为盈。多少？史蒂夫听傻了，下意识道：叶先生，现在美国优质不动产的租售比差不多也就30左右，折算下来年化收益率也就3%至5%，极端优质的项目也达不到10%啊。还有安家带不走的企业，一定是传统企业，要么是制造业，要么是传统服务业，这些行业现在哪还能保证每年10%的增速？至于不盈利的就更不好说了，即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也有很多产业是不赚钱甚至赔钱的，而且还有一些产业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赚到钱的。我何德何能，能为您实现这么好的运营效果？叶晨随口道：没事，不够的你自己添上就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？你现在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名正言顺的第1继承人，这点钱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？我来添。史蒂夫只觉得大脑一阵眩晕，下意识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没有这么干的，您让我帮忙代运营，我愿意1分钱酬劳不收，并且全力以赴为您效劳。可是您定一个这么高的业绩标准，然后让我来补足差价，这不是讹人吗？叶晨坦然道：对啊，就是讹你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史蒂夫，你要知道，我讹你是看得起你，给你一个表明真心、展示实力的机会。你猜猜看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我为什么不直接让海伦娜给你家老爷子打电话？叶晨一句反问，问得史蒂夫心里咯噔一声，他下意识地紧张问道：为什么？叶晨冷哼一声道：这件事要是让你家老爷子去办，他肯定一句废话不会有，要是他办得漂亮，让我有了长期合作的冲动，说不定我还会再卖他1颗丹药。可我要是以后有什么事都找他办，别的不敢说，首先能保证的就是将来你肯定得走在他前面，到时候你家老爷子主持你的葬礼，你这个第1继承人也就只剩下个名头了。史蒂夫顿时被吓得一身冷汗。自打海伦娜从加拿大送药来治好霍华德之后，史蒂夫心里就恨疯了叶晨。但是现在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叶晨已经无形中掌控了父亲和自己的命运。如果他真的持续为父亲供应那种神奇的丹药，说不定郁郁寡欢的自己还真会死在父亲前面。
就在史蒂夫惊恐不已的时候，叶晨淡淡道：“史蒂夫，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你办，就是给你个机会，看看你是否值得我继续保持实质性的合作关系。如果我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那我就把赌注全压在你父亲身上了。”